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风吹半夏迎来最强泪点，陈宇宙患病太催泪，许半夏做法更感人。风吹半夏爱奇艺热度已经飙升到9000多点，已经稳稳占据热剧榜单第1位置。赵丽颖真是演一部火一部。赵丽颖也说，演这部戏太难了，许半夏这个角色要有很强的信念感，而导演傅东育帮助了自己。和一群人精飙戏，面对吴总、裘总、冯总、郭总，许半夏要在气场和智谋上变现出一种胆识与气魄，不容易。这一群人一个个贼精，许半夏和他们的几场饭局真的太精彩。赵丽颖完全不输这些人，激烈的商战通过饭局演绎得太精彩了。许半夏和陈宇宙、童潇齐三人之间的感情线确实温暖感动很多人。赵丽颖接受采访也觉得三人之间的感情很暖人，这是风吹半夏里最动人的地方。欧豪饰演的童潇齐为了老大宁可扛下一切坐牢，这样的死忠也是因为许半夏在他困难时候的信任。而用废机油污染海滩降低租价，也是童潇齐做好了再度为老大坐牢的准备。这样的哥们一起太久违了，英雄本色里宋子豪与小马之间的关系可以诠释。1990年代那还是白衣飘飘的年代，情谊和汪国真的诗歌一样，还比较纯粹。所以观众看到第17集陈宇宙患肺癌，人还没有离世就感动的流泪，这成了风吹半夏最催泪部分。陈宇宙这个角色真的血肉丰满，甚至光彩度超过了欧豪饰演的童潇齐。他一直跟着胖子许半夏不离不弃，从一起收废钢到清理机油污染的贪图，到为替老大许半夏挨打斥退讨债人，他做了很多很多。陈宇宙身上充满了质朴与忠诚，任劳任怨。他面对从俄罗斯回来的许半夏，从不说自己受过的委屈。这样的朋友真的不太多了。所以长得不帅、其貌不扬的陈宇宙的患病，看哭了很多观众。特别是他和婚托谈的一场虚假的恋爱，让人物的悲剧性大大增加。原以为真诚的付出会换来一场真正的爱情，但是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陈宇宙高大的人物形象与他的现实不幸的遭遇相互糅合，形成一种有力的冲击，冲击着观众的内心。当许半夏得知陈宇宙得了肺癌，纷纭的往事袭上心头，他才想起了陈宇宙为公司付出的苦痛。许半夏的泪水扑簌簌地掉下，也让观众哭成泪人。当他给婚托愿意拿出1个月2万元的工资，让他继续与陈宇宙谈恋爱时，观众再次被感动。观众知道陈宇宙将会是许半夏一生深深的忧伤与遗憾。金钱买来的感情很苍白，但许半夏的情义无价。虽然友情不能依靠欺骗，但是为公司辛苦打拼的陈宇宙的生命进入倒计时，美丽的欺骗让他开心地度过后面的日子，这也是一种心酸的浪漫。苦的是许半夏，感动的是观众。观众被陈宇宙深深感动，实际是被他身上那种纯粹的友情、无私忠诚的品质深深打动。这个角色塑造得很有温度，很有力量和冲击力，比欧豪饰演的童潇齐要出彩一些。风吹半夏拍得真好，赵丽颖和一群实力派飙戏看得过瘾，商战戏看得精彩过瘾，友情戏温暖感人，感情戏还几分幽默喜感。2. 演技差就别乱吼，让风吹半夏告诉你啥叫仙女落泪。风吹半夏确实是一部难得的高质量女主角。以前的女主角在塑造女主角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女主角的感觉，但这并不代表她就能走到这一步，靠的就是自己。所以在风吹半夏中，她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
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却依旧凭着自己的意志力走到了巅峰。许半夏终于让所有人都知道了，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主角。许半夏的成功跟赵丽颖脱不了干系，她塑造的这个角色不仅拥有青春的拼搏精神，还拥有不屈不挠的野心和动力。这种女人的形象真的很吸引人。赵丽颖的演技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她的哭声更是让人叹为观止。3个人的哭声都表现出了3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每一次都能将人带入其中，让人产生一种共鸣。相比于其他几个将哭戏弄得狼狈不堪的女明星，赵丽颖这一场哭戏着实让人叹为观止。承认吧，如果你的演技不怎么样，那就不要大喊大叫了。风吹半夏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女神。第一种是因为心痛，因为愧疚，但又无可奈何。在这部戏里，许半夏、陈宇宙、童潇齐3人为了得到村长手里的那片滩涂，可谓是煞费苦心。这片土地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只要拿下就可以建造一个仓库。可偏偏村长还在加价，这让他们一时之间都没能拿下，也没办法继续做下去。童潇齐为了让村长心软，将自己的几个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人全部都用一辆满是汽油的卡车扔到了沙滩上，将沙滩都给弄脏了。许半夏听到这个消息，猜测是童潇齐干的。他在寝室里发现了童潇齐，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一开始，许半夏对童潇的所作所为很是愤怒，也很是不满。但是当童潇齐拎着自己的包走了，并且让许半夏记住要来监狱看他的时候，许半夏才压下了心中的激动，转身就哭了起来。童潇齐的话让许半夏想起了上一次他被关进监狱，就是为了帮他报仇。他对童潇齐一直很内疚，但从来没有说过。童潇齐把许半夏送进了监狱，他的目光一下子就柔和了下来。他不想把童潇齐赶走，但是他别无选择。童潇走后，许半夏还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的眼眶有些湿润，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心疼自己的哥哥。第二种是一种深沉的无奈，一种是看穿人心的悲伤。而另一幕则是许半夏将废铁送回了家，结果发现钢材价格暴跌，公司要倒闭了。他的仓库里满是要钱的人。童潇齐为了帮许半夏，也是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搬运沙子来还债。许半夏被陈宇宙和童潇齐骗得团团转，他用童潇齐赚来的钱去交医药费，却被野猫拒绝了，让他尽快把钱送到仓库，不然陈宇宙就危险了。许半夏左右为难，在医生的协助下，他决定到仓库里寻找陈宇宙。陈宇宙知道童潇出了事故，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许半夏看着陈宇宙那张讨好的脸，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尤其是陈宇宙，他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但是他还是忍住了，没有哭。可现在，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的父亲竟然还会来跟他签订合同。许半夏的眼眶再次湿润了，他看着自己的父亲为了要钱，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他只能忍气吞声地哭了起来。这一幕也是如此，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已经看清了人心的冷暖，也知道了一直对他好的人是谁。第三种，幸福的眼泪，在痛苦中得到满足。当他知道钢材的价格已经回升，他的心情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先是在财经频道上看了一遍，然后就听到了主持人的声音。他不敢相信，废铁的价格竟然开始回升了，他的眼中满是期待。而当他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更是喜极而泣，虽然没有掉下眼泪，但他的眼中已经满是泪水。赵磊兴高采烈地走到许半夏面前，和他拥抱在了一起，哈哈大笑。许半夏则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是一种幸福的泪水，看的所有人都是感动的。许半夏是真的为她度过了这一劫。赵丽颖的眼泪让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当红女星能有这么好的演技，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过娱乐圈里很多演员的哭声都很难听，就像《新娘大作战》里的杨颖，哭的眉头都皱成了一团，想要表达自己的喜悦，可她的表情却是那么的夸张，那么的狰狞，那么的夸张。我最好朋友的婚礼里，宋茜的哭声让人心疼，她眯着眼睛，五官都裂开了，但是她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个傻子，而且她只能发出凄厉的惨叫，连一滴眼泪都没有，这让人不禁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很难受。吴谨言的哭声更是将她的五官都给撑破了，鼻子都鼓了出来，眉头紧锁，眼睛里似乎有泪花，却没有掉一滴眼泪，嘴里还在不停地哀求着自己的爱犬不要走。看她的样子，一点也不难过，反而让人忍俊不禁。还有金瀚捂着嘴巴，一副要呕吐的样子，陈伟霆也不知是在哭还是在笑，这就是典型的反派。赵丽颖的演技真的是突飞猛进了。你还认识那些令人难堪的哭戏吗？你在追《风吹半夏》这部剧吗？最喜欢谁的演技？